大家好，我是米娜。今天我们在新北的土城，为什么呢？有一个非常棒的原因哦。我们来参观一个我们非常感兴趣公司的仓库。什么公司呢？华氏先生。我非常兴奋。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华氏粉丝，那你一定知道这家公司。他们是全亚洲最专业的清修华氏团队。他们也设计规划自然史博物馆，也经营一些科学化石产品，所以很期待哦。那我们一起进去参观吧。一进化石先生的总部，马上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好壮观啊！这个欢迎我们的巨大生物，就是更新世著名的洞熊，大约在2万年前灭绝，它比现代的棕熊还要再更大。之前我看一些资料，关于洞熊的资料，然后现在我可以亲眼看到它大概长得怎么样，我好兴奋。这里其实就像是博物馆，存放了很多精品化石。来到这个空间，就像是穿越时空一样，可以和这么多曾经在地球上存活的古生物互动交流。我们地球的历史就在这里。那这里我们有1米的水牛保存的非常的完整，是一窝窃蛋龙的蛋，它的蛋窝，然后跟窃蛋龙。我们原本以为窃蛋龙喜欢偷别人的蛋，因为窃蛋龙化石附近常常也会发现其他恐龙蛋，但后来科学家帮他们平反，认为窃蛋龙化石附近的蛋其实就是自己的蛋，它们其实是很顾家的恐龙咯。本土的，在菜园发现的。啊，这是什么？装象牙的地方。哇，第一次看到，好漂亮耶！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大象特别有兴趣，所以可以在这里还看到台湾本土的大象，真的觉得机会好难得。那这里还看到乳齿象，这个好像是美国的，然后我现在拿着很难得的机会拿着它的门牙，这里刚好有那个乳齿象的下巴，有一个牙齿可以拿出，可以给大家看。它是乳齿象，这里有它的牙根。我在这里真的超级兴奋，对什么都很兴奋。除了化石之外，这里也推出许多化石复制品模型。这个是那个豆豆鸟的新模型究竟这个神秘的公司背后的灵魂人物是谁呢？很开心，第一次遇到老肖。是，我也很开心遇到这个传说中的波兰女孩。我叫老肖啦，他们叫我老肖，然后老外都叫我 Kiko， 也是化石先生啦。做这个行业做了30多年，就是做古生物的挖掘、修复、装架、展示，然后后来就卖烤香肠，现在开连锁店，现在大概开17家连锁店。我们也把握机会，请老肖介绍几件世界罕见的化石。上面的那个骨骼是三角龙，这可能是全世界现在最完整的。然后你看它多大，它只是它的头已经比我还大。从它的前面的这个鼻角到它的这个额角，全部都保存下来。它上面有很多很有趣的特征，就是它有被食肉龙类，就是暴龙去咬的这个痕迹。受伤了以后呢，没有死掉。它又活下来以后，后颈盾有一个凹下的那个地方，就是它被咬掉了，然后活下来了。然后这边呢有很多被暴龙攻击的痕迹，然后它都活下来了。总的来讲，就是这个三角龙是目前发现最完整的。我们又发现一个全世界唯一有脸的三角龙，整个是木乃伊化，有皮肤的、有面颊的三角龙。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很多的这个皮肤的褶皱，这些褶皱，这些像装甲式褶皱呢，都是皮肤一路到这个眼睛这边，眼睛这边的褶皱呢非常的多。那褶皱多，可以理解。这个暴龙如果来去咬它的话，它的眼睛一闭，它这个褶皱呢，这个皮肤就可以保护它的眼睛。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这个皮肤的这个排列的这个形态，这非常难得，很具有科研价值。这样，所以。我们修的这个速度是稍微慢一点，边修，然后边看，然后再请研究人员过来去看，去比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当化石猎人发现露出地表的化石之后，会请专业的化石挖掘团队来现场挖掘。
大致粗略的挖出来之后呢，要上石膏保护为严，避免化石受到伤害，然后再送去给化石清修团队进行清修。像是化石先生就是国际知名的专业团队。初步清修粘合之后，再将这些零碎的骨片组合在一起，最后才是大家看到的成品。我们现在在清修化石的工作室吗？对，工作室里面。那我们现在2位同仁都在清化石。那像这位同仁，他在清的是一个来自印尼的枪鳍鱼的结合。好像这个鱼头啊，它已经跑出来了，然后这是它的脊椎。所以这只如果清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去店里展，或是博物馆里面展示。这是一只小恐龙，现在正在做最后固化的动作，让它的那个围岩不要那么脆弱。难得来到这里，米拉当然也要试试看清修化石咯。有了，像这个都还在清下去。对，清的时候啊，我们会从外面往里面去戳，但这个就下来了。密集清的话，大概要清1到2个月。1到2个月。但像你刚刚看到那个三角龙啊，那个我们做了1年多，1年多才把它做完。所以有时候那个化石它价格高一点，其实不是因为化石石头，而是因为还有人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对，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啊。那有哪一些是比较难清化的，或者要特别注意的、特别脆弱的？比较难清的，我可以带你们看几件3叶虫的化石。来，就这种全身都是刺的，它怎么把它修出来？怎么做？在修的过程中呢，它一定会断掉。那如果有不小心断掉，就是我们要负责把它修复回去。修复的工作非常的难，在做这个过程中要用，不是用那种笔，那种笔太强了，要用那种喷砂器，周边的围岩撞掉，然后来清理它的表面。那这个工作就非常耗时，所以这个一直清出来也需要花个1个月、2个月的时间。除了化石之外，这里有很多包裹着动植物的琥珀。下一件我特别喜欢的事情就是看琥珀。我在家里也有显微镜，但是我们的是比较小的，这里是比较大的、比较专业的，让你可以近距离欣赏白垩纪的生物。哦，好厉害，超级清楚。恐龙有羽毛的证据。你看，好多细节。这个超大的，你看，像这种羽毛的琥珀是特别稀有的，因为羽毛有可能是来自白垩纪的恐龙咯。蜥蜴的头超级少见的，看都可以看到它的皮，这个超好玩的。这是琥珀的原矿。我没有想到所有的那些小琥珀，其实原来都是在这种巨大的琥珀里面，然后可能需要一块一块的切成小块，超重的。我之前谁跟我讲琥珀很轻。化石先生的也负责很多博物馆的展览安排设计，像是台湾博物馆的那个水怪展也是化石先生他们安排的，那些化石是他们组装的，所以你们看最重要的人物也都交给他们，我觉得很厉害。如果逛了博物馆你还觉得不过瘾，你也可以来化石先生的门市逛逛，因为每一个门市的陈设都不输博物馆。我们现在在化石先生的商店，其实我们已经去过好几个，就是不只是在这里，还有在其他地方，只要在那边有那些化石，我们都会去逛。好的，哇哇，我思考。你可能会好奇，收集化石的门槛是不是很高？因为化石的价格好像都不便宜耶。但其实也有不少便宜的化石选择，几百块台币就可以入手了。就是说，你可能可以从巨石开始啊，可能从琥珀我特别喜欢的。那如果你的预算真的很高，你可以参考那种，比如更新式的哺乳类动物，像是这个是大角鹿啊，或者那种，这里我们有巴拉西，它是2叠纪的，这么古老。这是4头龙，白垩纪的，这个脚怎么就以前在我们的地球上走，我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感觉。就是我之前真的没有想到，你可以拿着这么古老的一个化石，然后直接带它回家。如果你好奇我的 team 的成员 team 然后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
很多就是汉萨，那个也是华师先生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很有质感，然后很多动物都有，甚至那些很少见的，像是它，你看，对了。像真的一样，所以我超喜欢这个系列，就是你想到的基本上都会有，连瓜牛都有，你看好有质感，像真的一样。甚至有一些真的那种巨大的，你看你对蜘蛛有兴趣，你一定要参考他们那个汉萨的蜘蛛，我超喜欢。你看有一些大的，你要给小朋友录吗？你看巨大的鹿，很漂亮，很棒哎。当然还有那种真的大小的，放不下，家里放不下。在后面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她也在看化石，然后她也很好奇，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可以给孩子一个兴趣，可以让孩子更了解地球的机会。我们也在化石先生这边发现了蓝鲸的骨头，听说再过不久就要去屏东海生馆公开展览了。那这边我听说是蓝鲸的骨头，但是它不是古代的，是吗？对，这是现生的，这是2020年过新年的时候在台东搁浅的蓝鲸，然后是台湾第一只搁浅的蓝鲸。为什么是台湾第一只？以前没有，是蓝鲸它生活的海域不在台湾这边，它在比较冷的地方。那怎么会跑到台湾来？这个蓝鲸它被发现的时候，它的脖子被那个捕蟹笼的绳子勒住了以后呢，它的这个嘴巴不太能打开，所以它不太能进食，然后失去了这个游泳能力，它就随着这个潮流海流就飘到台东来，就搁浅在那个长滨，发现它已经死亡了，后来就决定把它运到这个成大。然后那个先把它埋起来，后来就委托我们团队去把这个标本要把它制作出来，埋到这个土里面取出来以后，它的骨骼都破裂了。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蓝鲸的骨骼啊，去把它重新修复装架起来，然后要把它做悬吊展示。那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这个故事对，怎么对这个会有兴趣？这是小时候的兴趣，那因为喜欢就常去博物馆。地球上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这地球是怎么来的？它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很多的好奇。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养出兴趣以后呢，后来就到国外去。在国外，像德国跟美国，他们事实上做古生物的挖掘，从100多年前、200年前就开始。后来就在德国，就跟着德国的好朋友叫 Peter，他就教我，带着我去德国的 Holzmaden 还有 Solnhofen 这些化石有名的产地，然后去那边做化石的挖掘，然后跟着他做修复，后来就进入到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30多年。很厉害哦，非常成功。没有，这成功是做你喜欢的事情，你会一直投入，慢慢就累积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事业体，但是就是喜欢了，前提都是要喜欢这个事业，你才会做得开心。这样大致上，化石先生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将来是希望开一间化石先生自己的自然史博物馆，这是我们的梦想。然后我想把我们所有经过的这些物件呢，把它做相对比较好的展示，去把它用说故事的方式把它说出来。加油，希望会成功。会，一定会成功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差不多。我真的觉得整个化石先生所有的这一的人，他超级亲切，然后我也长了知识，学了很多，不管是关于化石还是他们的公司，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啊，很感动，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哦。我觉得如果你们开始对这个有兴趣，也欢迎来到化石先生的店，他们的员工也都很有知识，所以也解释给我们那些化石，然后希望你们可以从那个第一个化石开始收集，然后跟我们一样可能会进入这个世界，然后从一个化石回到已经没有空间放化石的那种是认真的，我们现在已经好像有点没空间了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化石古老古生物世界，那我们下次见喽，不是拜天呀！既然都来到化石先生了，我当然也偷偷订了一个化石寿命啦，准备给他惊喜喽。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呢？谢谢圣诞节打开一个礼物。这是
大象吗？还是什么象？是如此像。如此像的，哦，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的牙齿，新的宝贝。